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财长耶伦，一连2天在广州与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多轮会谈。这是2人自去年7月以来的第3次面对面会谈。双方新闻稿形容会谈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除了在经贸领域稳步推进沟通，中美两军于3日至4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4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这是2年多以来两国代表首次展开相关会谈，旨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国防部表示，中美双方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1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期间，中方指出，舰机安全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国军队将继续依法依规回应一切危险挑衅行动，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美军印太司令部则发声明称，美中官员在会议上回顾了去年与安全相关的事件，并讨论了维持海上和航空运营安全和专业精神。声明强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该地区所有其他军事力量进行公开、直接和清晰的沟通，对于避免事故和沟通错误至关重要。深圳卫视注意到，讨论评估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并改进相关措施，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前在2014年，中美完成2个互信机制文本签署，其中就包括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根据1998年中美两国防务部门签署的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建立，是两国间第一个军事领域信任措施协定。该磋商机制主要包括将军级年度会晤和工作小组会议2种基本形式，一般在两国轮流举行。上一次举行工作小组会议是在2021年12月。近2年以来，由于美方刻意挑衅，中美双方海空对峙时有发生。去年5月下旬，美军 RC-135侦察机靠近中国周边空域展开抵近侦察行动，解放军出动歼16果断拦截美侦察机。不久后，美军舰又跑到中国家门口耀武扬威，美海军中云号驱逐舰伙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去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双方同意恢复军事交流并缓解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而中美两军此次恢复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举措之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认为，这一沟通管道的恢复有利于为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海军正常的交往提供行动准则，避免双方误解误判，出现海上意外事故。那目前呢，两国关系总体上呢稳定，但是呢也面临了一些挑战，特别是美国这个军方在中国周边的这个海域打着各种旗号，进行所谓的这个穿越这个航行，或者是搞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甚至在南海问题上拉偏架。那这样一些这个问题呢，其实也给这个两国这个正常的这个交往，特别是两国海军在这个中国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如何这个相处的这个提出了挑战。那所以说，两国这个海上军事安全机制的这个恢复，有利于了两国呢向彼此表达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关切。时隔2年多，中美两军再次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那您认为有何积极意义呢？说到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机制，那么近时期大家格外的关注。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2个国家来说，要保持关系的相对稳定，防止误判出现擦枪走火，乃至双方关系的失控，乃至大打出手。那么军事上的沟通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说到在海上安全方面来保持沟通，这是防止擦枪走火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其实呢，中美之间关于海上危机的管理已经建立了若干个机制，而现在我们关注到
到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是成立于1998年，当时呢双方签署协议之后，多年来一直运行比较良好。唯一出现的2次波折，一次是在2020年，当时呢关于来进行年度的会议，美国方面呢试图来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导相关的议题，强推相关的想法和设想，而对于中国方面在调整议题等方面也没有征求意见。而那个时候呢，美方这种单方面的施压，当然引起了中方的反弹。所以2020年，当时最后美国又倒打一耙，指责中方不愿意与会。而另外一次波折，大家可能更记忆犹新，那就是2022年，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波折，美国单方面的动作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而中方的反制措施当中就包括海上的军事安全磋商是停止的。而从美方的反应来看，美方非常焦虑，担心擦枪走火的几率会进一步的上升。而在习主席访问旧金山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晤之后，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而对于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建设来说，是恢复了军方的沟通机制。所以这一次的工作组会议，某种程度展现出的是中美双方落实元首会晤共识的一种共同的努力的方向。但同时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在与美方保持着磋商。一方面，双方强调保持关系稳定的重要性，而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在判断美国方面的意图。如果美国在磋商机制之下，只是希望所谓稳住中国，使自己在海上对中方施压，包括近一时期在南海不断搅动的行动能够更加随心所欲，能够使中国不断的退让妥协，那么这样的一种想法，美国预设的场景是不会出现的。所以在磋商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可能会出现误判、擦枪走火风险等问题，中国也会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一次工作组的会议，对于2个大国之间保持战略稳定，防止出现关系失控是有建设性意义的。除军事领域外，美财长耶伦连日来的访华行程也受到高度关注。据中方6号发布的消息通稿，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耶伦于5号至6号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重要共识，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中美经济关系及全球性挑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外界注意到，这是两人自7月以来的第3次面对面会谈。去年7月初，耶伦在北京同中国新一届经济团队举行首次会晤，在中美之间建立了一个有弹性且富有成效的沟通渠道。去年11月，何立峰同耶伦在旧金山再次会面，为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做好经济成果准备。此次耶伦访华前夕，中美元首再次通电话，评价双边关系出现企稳态势，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表示欢迎。通话结束4日，耶伦就开启访华之旅，被外界视为落实两国领导人最新共识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在结束与何立峰的会谈后，耶伦在声明中称，双方同意就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进行讨论，一部分回应美方对中国制造所谓产能过剩的关切。而根据中方的消息稿，何立峰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重关切，并就产能问题作出充分回应。We'v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on the issue of balancing between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ing supply and overcapacity during our 2 days of talks. We spent more than 2 hours on this issue this morning. 据统计，截止2022年，中国汽车年产量达4300万辆，约占北美汽车产量的2/3。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等新兴行业的投资，不断挑动美西方的敏感神经。耶伦在赴华前曾多次就中国所谓产能过剩发出杂音。中国驻美大使谢锋5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国产能过剩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全球范围来看，优质产能不是过剩，反而是严重不足。谢锋强调，中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靠的是全球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创新优势和过硬品质，绝不是靠所谓补贴和保护。中国的绿色产能正有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碳目标，加快绿色转型。彭博社日前也发文批驳，美欧抱怨中国产能过剩，可能是数据并不完全支持。无论从价格、利用率来看，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多是中国企业效率更高，而不是产能过剩。 The U.S. seems very keen to present this as not just a U.S.
complaint, but that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also concerned about how overcapacity in China. 外界注意到，在两国存在共同利益和可能合作的领域，何立峰与耶伦在会谈中仍取得一定共识。耶伦透露，双方已举行技术性交流，模拟联合应对其中一方大型银行倒闭的事件。中美也一致同意在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向下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金融稳定、可持续金融、反洗钱合作等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观点指出，耶伦在访中国总体意义积极，表明即便美国对华科技战持续升级，两国仍然维持不脱钩锻炼的基调，双方均展现出很强的政策韧性。向媒体吹风的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曾表示，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存在深度的挑战和分歧，而且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但财政部长明白取得进展需要缓慢而稳定的工作，并表明出诚意，即使在我们存在分歧的地方。You know,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retty clear not to expect major policy developments coming out of this trip, but they're really trying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They're clearly on firmer ground with China than they were just a couple of years ago, so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ey keep talking. They're staying firm, raising concerns, but also keeping the door open. 美国财长耶伦一连2天在广州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那么，对于会晤重点议题，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之后，耶伦转场前往北京，对他的后续行程及目标，你有什么样的前瞻？其实，关于耶伦的此次访华行程，有很多的细节值得关注，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在广州的行程当中，当然耶伦和何立峰进行会晤，双方到底谈了什么，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呢，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是，西方媒体在反复的炒作，耶伦这一次的访华行程是要对中国施压，是要强调在竞争方面，美国的企业要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以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但很显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多的是在谈合作的机遇，所以双方之间的这种碰撞，也许呢一次会晤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是说呢双方在进行共识凝聚的过程当中仍然是十分的艰难，某种程度在分歧的方面碰撞也很激烈，但是呢这样的一次沟通对于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的韧性还是会带来更多的积极的作用。而另外呢，大家关注到的是耶伦这一次的行程为期6天，如此长的行程，除了在广州的行程之外，还要到北京来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未来的行程会有2方面的重点，一个方面呢是希望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我们可能会观察到的是，去年耶伦访华的时候，那么就非常关注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与女经济学家进行交流，所以他希望看到中国的声音。而这一次呢，从目前我们看到美国财政部公布的行程当中，去北京大学交流也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亮点。那么同时，耶伦会与一系列中方的官员见面，那么其中会包括国务院总理、财长、央行行长等。美国希望更多的了解中国，尽管呢在大选年，在这个美国国内党争极化的这种背景之下，耶伦的访华行程不乏美国国内的政治意图，或者直接说为选票服务。但是呢，毕竟作为拜登政府来说，希望在大选年展现出对华的这种政策方面的成绩，展现出自己处理大国关系的这种经验。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领域，直接关乎到选情，拜登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加分项。所以耶伦的这一次的行程，美方有很多的自己的意图，甚至有很多的私利，但是同时呢，与中国来进行沟通，保持关系的稳定，尤其是经济方面，避免出现一些重大的事件。那在具体的问题上能够进行交流，也对于两国关系的稳定会产生一定的效果。4月，中国主场外交迎来又一个繁忙月。除美国财长耶伦、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惠外，德国总理舒尔茨预计也将于本月中旬访华。据德国媒体报道，与上次舒尔茨访华一样，包括西门子、宝马、奔驰等众多德国企业天团将一同访问。据悉，虽然目前随行高管名单还未最终敲定，但名单还可能继续加长。据德国媒体4月5号报道，西门子、巴斯夫、蔡司、宝马、奔驰、大众等众多德国商业巨头的掌门人都将随同舒尔茨一同访问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还不是最终名单。随着舒尔茨行程最终确定，预计还将有更多企业高管申请加入访华队伍。路透社的报道指，西门子集团公司总裁伯勒人这次将以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与访华行程。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经济
亚太委员会是德国最大的企业团体之一，旨在促进德国与亚洲之间的双向贸易与投资。在欧洲近年来跟随美国步调，不断鼓噪与中国经济脱钩、去风险时，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多次客观发布报告，表示与中国市场脱钩不符合德国利益。分析指出，德国总理在进行重大外访时，通常都会有高级商务代表团随行。从此次出访的高管名单来看，再次凸显了作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德国外贸体系中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乏力，但中德之间的经贸领域的合作依然坚挺。2023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253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近2万亿元。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4.3%，达到了119亿欧元，创下新高。而德国企业过去3年来对中国的投资额也相当于先前的6年总额。值得注意的是，119亿欧元的史上最高年度投资额是德国去年总体对外投资锐减超500亿欧元的情况下取得的，凸显德国企业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据悉，除了众多德企高管，德国环境部长、农业部长以及交通与数字化部长也将随舒尔茨一同访问中国。德国商报指出，这意味着德方有意在气候、环保、交通等领域与中国扩大合作。去年在柏林举行的中德政府磋商会议上，两国环境部长签署了环境与气候问题合作意向声明，而交通与数字化部长维新近期则在德国政府内部呼吁不要把华为等中国厂商完全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德国作为这个欧盟的发动机国家之一，它对欧盟的发展方向和重大的决策呢，可以说是有关键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的作用。此次它的访华，对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来说呢，一方面呢提升他们的这个对华的商业信心啊，另外一方面呢是展现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的这种吸引力啊，会起到一种牵引和示范的这样的效用。需要指出的是，相较舒尔茨2022年访华，这次的背景有些许不同，是德国首份全面对华战略通过后，德国总理首次访华。德国政府去年7月通过的这份战略声称，与中国所谓系统性竞争和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必要性，同时指出，中德也应在经济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保持合作。舒尔茨在战略发布后重申，德国政府无意对华脱钩，将继续与中国合作。今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作为舒尔茨核心幕僚访华的德国总理外事顾问普吕特纳会面时强调，中德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意义，应摒弃保护主义，不以借去风险搞去中国化，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观察认为，德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与欧盟近年来对华政策转向有关。去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首次提出欧盟对华去风险，自此去风险已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关键词。对此，有分析指出，欧盟对华关系战略改变有着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尤其是在中美博弈走向深入、乌克兰危机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战略认知、欧洲对美国安全依赖加深、安全考量主导经济思维的大背景下。与此同时，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利益有所不同，欧盟内部对去风险仍有分歧，尚未就如何操作去风险达成完全一致。此外，欧美之间本身就经贸等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加上美国进入大选年，特朗普会否重返白宫的阴霾，也使得欧美关系平添不确定因素。欧洲奉行的对华是一种去风险的策略，与这个美国相比较呢，那欧盟呢与中国呢没有在这个地缘政治和这个科技方面的这样一些利益的冲突，因此呢，对欧盟来说呢，它是肯定不愿意去追随美国的这种对华脱钩的这种战略的。那么呢，对欧盟来说，在欧中关系中的这个经贸这个利益也是他不愿意去丢失的。就在耶伦访华的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正在欧洲参加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活动。他鼓噪美欧应采取适当反制措施，共同应对中国经济模式给西方带来的挑战。那么，对于戴奇的相关言论，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说到美欧这一次 TTC 的会议，从美方来说，战略方面是有一定的焦虑的，因为总体的一个背景，美国关注到的是近一时期不仅仅中美之间在互动，中欧之间也在互动，而互动其中包括一些高层级的深入的交流。比如说大家关注到的是德国总理舒尔茨即将率团来华，而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呢，即使在美国不断的强调所谓去风险目标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德国的企业界，尤其是一些高层人士，仍然积极要前往中国，要加入到代表团当中。所以呢，与美国的战略目标与美国搞大国竞争是背道而驰的。而同时呢，在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中法建交60周年的背景下，中法之间也在进行一系列的互动，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更高层级的活动举行。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今年认为对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进一步的拉拢，来形成对华的合围，美方有更多的焦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美国在试图以一种价值观、意识形态，以这种全球数字化转型为一个总体的方向，来试图拉拢欧洲国家。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给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对于所谓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非市场经济会构成更多的挑战，进而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贴在中国身上，就可以形成所谓对华的这种所谓同仇敌忾。但是呢，尽管戴奇发出了相关的声音，但是欧洲国家如何回应，如何来看美国所谓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相关的合作，那么欧洲国家也会有自己的判断。与其说呢，美国是希望欧洲国家与中国脱钩，来服务于自己的战略目标，最终呢能够形成对华合围，不如说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欧洲国家在努力的找平衡、走钢丝，试图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欧洲战略自主未来也将体现在欧洲的整体政策当中。美国一味的施压、拉拢，甚至是哄骗，是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的。韩日媒体5号均传出，中日韩3国正就下月在韩国首尔召开领导人会议进行协商。如果成行，将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后首次重启。这对3国合作具有怎样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日韩近年来在军事安全领域进一步同美国靠拢，美日韩同盟加速成型，这会给中日韩合作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日韩谋求在东北亚事务中政经分离，能如愿吗？来看看报道。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官员5号表示，中日韩3国正就在首尔举行领导人会议事宜协调日程，商定在彼此方便时尽早举行会议。韩方为此与中日保持协调沟通。据悉，3国正在考虑下月底举行峰会的方案。会议日程敲定后，3国将举行部长助理级高官会议或副部级会议，加快协调会议筹备工作。日本共同社5号的报道也援引多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拟在5月举行领导人会议，正在展开协调。报道称，不仅是经济合作与人员交流等将成为议题，预计还将就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等超越周边地区范畴的安全议题交换意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届时还将进行双边会谈。去年11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日本外相上川洋子、时任韩国外长朴振在韩国釜山共同主持中日韩外长会。这也是睽违4年的3国外长会重新召开。按照惯例，外长会是筹备3国领导人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此次会议上，3方商定在彼此方便时尽早举行会议，并加紧筹备工作。韩联社5号的报道提到，部分观点曾推测，考虑到3月中国举行全国两会，4月韩国国会议员选举等各国内政日程安排，3国领导人会议在5月之前难以举行。不过，近期中韩2国之间的磋商取得一定进展。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应该说近期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从韩国的角度呢，它主要是2方面考虑，在韩国举行这样一个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当然有助于韩国它的这样一个全球枢纽国家的这样一个定位，以及借这种多边来促中韩双边关系的发展，我想主要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的。中日韩3国合作机制始于1999年，在韩国首尔设有3国合作秘书处，3国轮流担任主席国，目前由韩国担任。20多年来，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合作体系。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5周年。现任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燮上月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世界在地缘政治、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存在各种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他期待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向世界发出三国重启合作的信号。李希燮认为，碳中和与绿色增长、公共卫生、人口老龄化、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数字化转型都可能成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议题。此外，三国还可能讨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问题。李希燮说 ，RCEP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而中日韩三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2年中 ，RCEP 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李希燮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必须进行调整和完善。中日韩三国需要推动 RCEP 向更高水平迈进。中日韩的领导人会议，对于三方的产供链的稳定，对于地区和全球的这种产供链的稳定都至关重要。根本的原因我觉得还在于三方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些领域呢还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有观察指，近来中日韩关系出现消极波动，与美国因素在东亚的参与显著增多密不可分。特别是日韩作为美国盟友，积极在军事安全领域强化与美国的合作。而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奉行亲美和缓解对日关系的政策，使得韩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前沿2翼的格局更加分明。本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期间，还召开了伙伴国会议，日韩军派代表出席。韩国外长赵对烈在会上表示，北约和印太地区伙伴国之间加强合作非常重要，韩方将基于韩国与北约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与各方深化合作关系。日本共同社此前援引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本月10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前往美国与拜登举行美日首脑会谈。期间，拜登或将正式邀请岸田7月份再度访问美国。该消息人士表示，按照计划，岸田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将参加7月9号至11号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并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与拜登举行第2次戴维营峰会。去年8月，拜登在戴维营同岸田、尹锡悦举行了首次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不仅连发3份成果文件，还承诺这一峰会将每年定期化召开。在3份成果文件中，美日韩谈及的合作事项涵盖军事、技术、经贸、供应链、高科技等诸多领域，针对的国家也扩大至中俄朝三国。对于今年的峰会议题，日本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同样离不开中国。包括日本自卫队与美韩2国军队强化防卫态势、提高情报共享顺畅度和扩大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等。共同社还称，美国政府近年来频繁指控中国搞所谓经济胁迫，并有意借此议题与日韩2国政府在建立半导体和其他关键供应链的经济安全保障方面推进合作。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去年以来，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准同盟化是东北亚地区地缘格局非常显著的特点。无论是机制建设，也就是形成常态化的领导人峰会，还是功能性建设上，即从最初的针对朝鲜逐渐扩展到涵盖中国。但三国要最终完成同盟化仍存在不确定性，包括日韩关系改善能否持久，以及今年的美国大选会否让特朗普卷土重来等因素。王俊生认为，日韩既想政治安全一边倒地向美靠拢，但又不想放弃中国的发展红利，这种政经分离的算盘很难打响。因为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是东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点在中韩关系中表现得也尤为明显。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关系获得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就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安全关系和谐发展密切相关。但自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出现下滑，并迟迟得不到改善，双边贸易额也从2022年的3600多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3100亿美元左右。总而言之，那么中韩也好，中日也好，我觉得首先要改善政治关系、安全关系和外交关系，然后呢才能推进我们说中韩和中日
那么经贸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发展。据外电报道，中韩日正就下月底在首尔举行3国领导人会议的事宜进行协调。您对此作何解读？我相信，要不是看到了这则新闻，很多人都有可能会忘了还有中日韩3国领导人会议这么一回事儿。因为虽然早在2007年，中日韩3国就已经达成了每年轮流举办3国领导人会议的共识，但是上一次举行这一会议还是2019年的时候，在中国的成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美日、美韩以及美日韩3国领导人却每年都要举行至少1次以上的峰会。这种近邻居然不如远亲的现实，实际上折射出了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生态已经出现了2个违背大趋势的极为不正常的现象。第一大不正常的现象的地方就在于，按照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不可逆转的大方向，而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可以起到消弭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分歧、平息国家与种族对抗的作用。然而东亚地区的事实情况却是，中日韩3国的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原本炒得火热的中日韩3国自由贸易区概念，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相反，拟议中的美日韩军事同盟构建不仅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出现了加速的迹象。也就是说，在东亚地区，军事与意识形态的结盟已经完全压过了中日韩区域经济整合的势头。这种现象发展下去，不仅违背了世界潮流，而且将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二大不正常的地方就在于，曾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仅在东亚地区失效了，而且在东亚地区还出现了相反的走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文化与文明圈的冲突与对抗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并成为全球与地区冲突的主流。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以中日韩为首的儒家文化与文明圈，更以美西方为首的基督教文化与文明圈的对抗将会逐渐走向激化。然而最终的事实却是，在美国的刻意操弄与挑拨之下，身处儒家文化与文明圈的中日韩3国不仅并没有走到一起，而且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因素，日韩2国还倒向了美西方的怀抱。也就是说，虽然旧冷战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对抗仍然是东亚地区的主流。而这显然又是因为美国主动挑起的意识形态新冷战所产生的恶果。那对于韩国外交官赵对烈在出席北约外长会期间，不仅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且主动邀请北约进入印太地区，以应对朝鲜的所谓威胁。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记得中国古代有一句非常具有辩证色彩的俗话，叫心一利，则必生一弊。这句话就在俄乌战事，尤其是俄罗斯与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应验。毫无疑问，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与朝鲜2国的密切军事合作，要不是俄罗斯与朝鲜同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广义上西方社会空前严厉的制裁与封锁，朝俄关系也不至于如此急速的靠近。然而就在朝俄之间的军事合作势必会引起韩国的焦虑、警惕与反弹，而韩国反弹的手段就是向俄罗斯的敌对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且鉴于韩国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数得上号的军备生产与销售大国，因此韩国的这一决定对俄乌冲突的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俄乌2国在军事上的明战已经引起了朝韩2国之间的激烈的暗战。其二是，从韩国主动邀请北约进入印太地区，以应对朝鲜的所谓威胁来看，朝俄的走近已经引发了韩国与北约的走近，未来不排除北约的军事力量会进驻韩国。如此一来，俄罗斯就将在东西2条战线上面临北约的前后夹击。而且过去积极邀请北约
进入印太地区的只有日本一个国家，而现在韩国也加入进来了，这无疑会增加北约东进的可能性。马英九率台湾青年大陆行进入了第6天，也是他们在陕西祭祖参访的第3天。西安作为13朝古都，拥有众多名胜古迹。马英九一行登城墙、看兵马俑、访国家版本馆、逛大唐芙蓉园，在一步一景的秦风唐韵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璀璨魅力。6号上午，马英九一行来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参观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兵马俑。从1号坑到3号坑，再到2号坑，马英九全程认真聆听讲解，观察相当仔细。兵器呢？兵器就是他拿这种长兵器呢，这个兵器的哪里已经腐朽了，没有保存下来，只能保存下来的就是这些造腐朽。因为它这种木质，木质这种兵器的杆不是原来的真正的兵器，是原来的真兵器。实战兵器呢，它分3个种类，比如说有这种长柄的兵器，长柄的兵器要么就是木柄，要么就是金柄。听闻讲解员提到秦军如虎狼之师赤膊上阵，马英九十分震惊，问道：“真的假的？”在近距离观看陈列的贵社俑、将军俑、军力俑等不同俑后，马英九还大胆推测，穿方鞋的会不会是骑兵俑？而当他看到不少兵马俑造型都有一点小肚子时，还现场和大家讨论起了古今审美的变化，引来一片笑声。汉子的时候，这个对于男人的要求富贵。所以不同时期对美的要求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照相说把我 P 瘦一点，那个时候都要塑造起来都是壮壮的、高大强壮的人的样子。我们开始鼓励大家富。那就可以放开吃东西了。马英九一行在兵马俑前合影留念时，许多游客还向他们高喊“欢迎回家”。欢迎，常来。两岸多交流，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多交流。当天下午，马英九一行前往西安国家版本馆和大唐芙蓉园参观。隔藏秦岭，文迹华夏。位于秦岭脚下的西安国家版本馆是中国国家版本馆1总3分的分馆之一，肩负着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的重担，将载有中华文明印记和地方特色印记的各类版本纳入其中，是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馆方除了展示珍贵的永乐大典，还邀马英九同看明朝嘉靖13年（公元1534年）出版的《史琉球录》，这是古籍文献中最早有关钓鱼岛的描述。马英九当场表示，他对这段记载非常熟悉。我们研究钓鱼台的人一定要读明确的，从古籍里边证明了，是吧？钓鱼台是不属于琉球，说得很清楚，对，很清楚。5米山以外，对这个资料呢，在英国牛津大学我也去看过啊，也有这段话。参观后，马英九现场分享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字与文化的深情厚谊。他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保存完好的古籍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绵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回忆起小时候在桃园，母亲灯下刻字的珍贵瞬间。37岁的年轻母亲就常在灯下刻字，叫7岁的儿子念古文。记得启蒙的第一课就是《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我到现在都牢记在心。古人从小开始的经典教育，对一个孩子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已经超越地域的限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产。期盼中华文明的古籍的智慧，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盏明灯，继续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同行的台湾青年也提到，台湾民间同样非常重视中华文化，对经典古籍的重视是存在于绝大多数台湾人心中的文化底蕴。此前一晚游览西安城墙时，马英九和台湾青年还在永宁门前观看了一场仿古迎宾入城礼。在与金甲武士和唐朝仕女合影时，台湾同胞们满脸笑容，挥舞双臂。随后，大家一起详细了解古代城垣建筑、防御工事、服饰风俗等传统知识。大九学堂在不在？在。西安在不在？在。看到近几日马英九一行与大陆同胞的友好互动，岛内舆论热议，促青年交流，传和平心声。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出访我觉得是好的哈。我认为这8年来，其实在跟对岸的互相的一个沟通上面，确实非常的少。
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接触总比没接触好，有交流总比没交流好。对于两岸彼此的敌意有一定程度的疏解的作用，维持和平的关系，才能够避战，才能够造福台湾人民。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深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马英九此次有意之旅将带动更多台湾民间人士勇敢地跨海走过来，增进了解，促进和平。他带着20位台湾的年轻人过来，那么这些年轻人将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手去感受、去触摸、去听到、看到中国大陆各方面的发展。在这段时间是尤其重要，因为我所了解的台湾社会这一段时间这几年来对中国大陆的了解是非常的片面，无奇不有。如何去打破这个信息茧房，就要靠这么多的年轻人走过来看一看。只有一个强大的两岸的民间社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最后和平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今年3月，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顺利完成。4月15号又将迎来第9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针对23条立法完成后的首个国安教育日，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没有完成时，香港特区政府将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并根据各類情況開展相應的維護國安活動。我哋呢個嘅係23條立法，經過咗26年啦，係嘛？咁啊，終於咧就係可以通過咗呢個法例，令到我哋國家安全咧得到更好嘅保障。咁另外亦都諗翻個過程入邊咧都好多甜酸苦辣嘅。就包括我哋2019年嘅時間，由於未有相關嘅法例，係面對一啲嘅黑暴啦，咁令到社會咧係受到即係一定程度嘅傷害啦。咁另外就係話喺我哋啱啱通過法例嘅期間，我哋律政處嘅同事同埋我哋保安局嘅同事真係可以講咧係不眠不休咁咧就係抱住一個咧就係快一日通過就能夠再一日減低呢個國家安全風險嘅一個咁嘅諗法咧，係去完成咗我哋呢個歷史使命。咁我都係覺得係有機會參與呢個光榮使命咧，我都係不枉此生。邓炳強表示，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開展公眾諮詢時，有 98.6% 的市民對立法表示支持，這意味着香港市民整體的國家安全意識得到了提高，這與近年來香港持續推廣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密切相關。鄧炳強透露，今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香港6個紀律部隊以及另外2個輔助部隊都將分別舉行開放日活動。其中，香港政府飛行服務隊將於本月13號首次參加開放日，市民可以在啟德中心近距離觀摩。此外，來自580多間學校的超過10萬名學生參與的香港全港學界國家安全常識挑戰賽將於本月15號舉行總決賽。透過呢啲活動呢，除咗係提高我哋整體市民嘅國家安全意識之外呢，我哋另外亦都係透過一啲嘅展覽咁咧就係去介紹我哋咧係喺國家安全入邊嘅20個範疇嘅。咁因為好多市民咧可能對於一啲國家安全國土安全或者政治安全可能比較認識係深啲啦。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係深海安全或者係極地安全咧就未必認識咁多。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展覽嘅方式咧，令到市民咧係多啲理解我哋嘅個係全部嘅國家整體安全觀。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外部勢力惡意抹黑，香港特區政府做足應對。鄧炳強介紹，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期間，特區政府專門設立了應變反駁隊，隊長則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本人擔任。依家地緣政治緊張，外部勢力咧又長借而嚟干預、説三道四，甚至乎公然傳遞錯誤信息。就此咧，保安局在未來推廣國家安全教育方面會點樣計劃做出部署呢？所以我哋喺今年嘅23條立法，另外點樣去解説我哋嘅法例，同埋點樣抗衡一啲刻意嘅抹黑呢，亦都係刻意咧係有啲嘅功夫做咗。呢個包括咧就成立咗我哋嘅係應變反駁隊。反駁嘅意義咧就唔單止係我哋要對製造呢啲嘅留言嘅人要作出反駁，最重要嘅我要香港市民咧清楚知道係有啲嘅外部勢力。佢為咗想繼續咧係留低佢嘅霸權咧，就不惜係用一啲抹黑、用一啲假嘅新聞、一啲誤導性嘅消息咧嚟到咧係恐嚇我哋嘅香港市民。我必須要將佢哋呢啲嘅立壞心腸嘅做法，等我哋香港市民知道，
咁我覺得我哋呢個反覆工作呢係非常有效嘅，所以令到我哋其實市民呢係亦都清楚晒呢係其實而家嗰個地緣政治底下我哋所面對嘅嗰個風險。邓炳強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沒有完成時，國家安全風險會隨着時間不斷變化，面臨不同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將密切關注當前的形勢，並根據情況開展不同的活動。例如，在23條立法落地初期，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和保安局做了大量推廣和解說工作，包括在媒體和行業協會等進行講解，希望法律能在香港社會得到普及。鄧炳強說，如何向外部世界進行解釋是未來的工作之一。首先包括就係透過我哋嘅駐外嘅經貿辦事處啦，咁另外呢亦都係透過我哋去同一啲喺香港嘅外國領事同埋外國商會去推廣我哋嘅工作。另外我哋都好希望呢可以吸引多啲唔同嘅朋友呢嚟到香港，無論係商界又好，或者其他嘅金融界又好，其他專業界別又好，親自嚟香港睇一睇。從而你知道咧，香港實際情況咧係真係好自由嘅、好開放嘅、好安全嘅，就並非咧係一啲外邊人所講嘅嗰個情況咁樣。我覺得呢啲好重要嘅。另外亦都係希望透過我哋官員嘅外訪啦，或者一啲我哋嘅社會各界嘅外訪咧，去説好香港故事，